GPT-5终于来了。 Today, finally, we're launching GPT-5. 但在错误百出的发布会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嘲讽。A lot of people hate GPT-5. Still no AGI. It wasn't with GPT-5. 是失望，整个发布有种被推着发布的感觉。它可能是因为商业化比较着急吧。是对 AI 参数 Scaling Law 大力出奇迹碰壁的反思。Scaling laws are definitely hitting a wall.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硅谷101，我是陈倩。GPT-5的发布在硅谷是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我身边大多数 AI 从业者和技术人员本来都是非常期待又一个 ChatGPT moment 的出现，但是呢，看完发布会基本上都一个表情，就这。除了诸多错误和漏洞的发布会，包括有错误的数据图、有 bug 的代码演示，还有翻车的科学原理解释等等。而真正让大家失望的点在于以目前的路径去发展 AI， 大模型能力突破显著放缓，而 GPT-5更是印证了这一点。然而有一说一虽然 GPT-5的发布呢是一次失败的技术突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ChatGPT 正在变成一款越来越好的产品，也正在打入更多的垂类领域，朝着一款全能 AI Super App 去进发，而一场抢占市场份额、争夺企业订单的价格战，也在头部大模型公司之间正式开打。所以呢，这一期视频我们来从这几个方向入手聊聊 GPT-5的这场发布。那第一呢，我们会聊到 OpenAI 它发布了什么功能，出了什么错，为什么引发外界这么多的吐槽和失望。第二呢，我们会聊到 ChatGPT 作为 AI 产品将会如何继续占领用户的心智，为什么编程、教育还有健康医疗是它要进攻的市场。那第三呢， GPT-5的开发过程是什么样子的，中途呢它遇到了什么样的技术瓶颈，最后选择了什么样的架构来攻克这些难点的。那最后呢，我们会聊当 Scaling Law 已经碰壁，后面的技术提升要靠什么技术去完成，框架的创新还是算法的创新呢？强化学习、多模态能力以及事件模型又能够如何让我们走出目前的大语言模型技术限制呢？那这几个方面的时间点我们是分别放在了画面上大家对哪个方向感兴趣可以直接跳去看哈。那我们先来讲讲这场 drama 的发布会本身。说实话外界对 GPT-5 的发布非常期待，原因呢也很简单， GPT-4 发布已经是2年半之前的事情了，而外界已经等待新一代模型已经很久了。但是总结来说呢， GPT-3 到 GPT-4 的能力跨越过于惊艳，所谓的 ChatGPT moment。 那这样的 wow moment 呢，是这一轮生成式 AI 技术革命的一个基础但是 GPT-4 到 GPT-5 的能力跨越却远没有达到外界的期待值。你要横向对比嘛，就是 GPT-4 和当年 GPT-3 的对比，这个的是天和地的区别，对吧？那 GPT-4 跟 GPT-5 如果你是以同样的标准来做对比的话，其实差距是没有那么大的，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个 refinement，而不是一个 step change。 那么 GPT-5 发布了个啥呢？首先此前新闻爆料 GPT-5 呢会成为一个统一大模型，所谓的 Unifying System， 能强大的将推理、编码、语音、研究等等能力整合进单一模型，实现既要和又要的用户需求，将 GPT 系列和 O 系列的模型融合，这个单一模态架构能够自动调取相应的模型和能力，而不需要用户之后自己选择模型了。虽然 OpenAI 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发布详细的 GPT-5 的技术报告，但是业内的技术专家们猜测这其实呢不是一个端到端的超级大模型，而是呢由一个实时的路由器 Real-Time Model Router 来拼接下面的不同子模型。那其实这个技术路线呢也不是创新，也不是突破，早就在硅谷初创技术圈里面存在很久了。 GPT-5 就是一个典型的联合的系统，它是把已有的 GPT-4、O3 等等 thinking 和 face thinking 的，就是 reasoning 和 face reasoning 的 model 给它串联到一起。我觉得它可能是因为商业化比较着急吧，我觉得更应该把它叫做 GPT 4.99 因为它是在所有的历史上的一个聚合的方案。然后这个 router 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那这样的 router 方案呢，主要是一些初创公司们之前在使用，大概呢有3个使用场景和原因。第一呢是在手机这样的设备端上，有端上的小模型，也有云端的大模型。那么简单的问题用本地的模型，而复杂的问题呢就用云端模型。那这就需要有个 router 去帮你做选择了。那么第二呢是初创公司们做模型层之上的开发和应用的时候呢，把所有的开源和闭源模型聚合起来，把不同的任务
务给不同的模型来调用。那第3个原因呢，是要去平衡系统的成本，比如说用户的一些高频又简单的提问，像 Hello 和 Thank you 这种 query 量呢就非常大，光是这种简单的问题呢，每天都在消耗 OpenAI 上百万美元的费用，所以这些典型问题都可以直接去分发给非常小的模型去解决。所以呢，这些是之前初创企业们因为要去平衡系统的成本，开发和应用时的主要3大使用场景啊。但是如今被 GPT-5 作为主打的技术突破，让外界不少人怀疑一个端到端训练的超级大模型路线呢已经触顶了，而 OpenAI 不得不开始使用这些取巧的技术来解决产品层面的问题，而不是 AI 大模型智能飞跃的问题。那这是和外界的期待非常相悖的。那当然 Real-Time Model Router 呢也没有那么好做，包括整合各种的多模态也有非常多技术上的挑战啊，这可能也是发布延迟的原因之一。有的模型擅长于数学，有的模型擅长于这个写作，有的模型擅长于编码，所以你要根据用户的意图、语言类型、各种各样的地域位置，包括它的语言的偏好去分发模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Because different modalities have very different compute requirements and a lot of like very different inference requirements. So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a voice module, right, that requires a very small latency, because if like the latency is too large, then it becomes very awkward when you're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AI. And other modules such as deep reasoning or research, might have two or 3 minutes of latency, or even more than that, sometimes up to like 30 minutes. So like combining all of those like modalities together and making sure that the product isn't clunky is a pretty big technical challenge. 那抛开这不是一个多么 fancy 技术不谈，那说实话，单从这个用户的角度来看，我本来觉得这个点改进的还挺好的。因为之前你在用 ChatGPT 的时候呢，确实就像一个大杂烩，你有 4o 有 O3 有 4o mini 4 mini high。GPT 4.5 GPT 4.1 GPT 4.1 mini 旁边还有 Codex 还有视频模型 Sora 以及呢这个 agent 生态的 GPTs， 简直就是太乱了。所以呢，如果 GPT-5 能够自动为我选择最合适的模型，其实在用户交互上还是挺重要的。但是呢，这里的关键词是你能选的对，而且效果得比之前好，对吧？然而呢，当 OpenAI 取消此前的自选模式那我们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用户们却开始集体抗议很多人认为 GPT-5 没有 4o 的亲切感，效果呢甚至不如 4o， 并且呢用户有种被剥夺了选择权的感觉。所以呢，在 X 上面我们看到非常多用户集体呼吁让 4o 回来，不然就注销 ChatGPT 账号。那么这也是让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不得不在周末之前呢发出回应，保证将上线更多定制化的功能和内容，并且持续对 GPT-5 进行改进。那么 OpenAI 在此次发布会中一直在强调要给用户的不是 more information 更多的信息，越多的信息不一定是越好的，而是要给 just right 的信息，刚刚好的适合的信息。那这个出发点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在技术上怎么去定义 just right， 什么是刚刚好，这个还是蛮有争议的那么关于 GPT-5 的优化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为大家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来聊聊这次的发布会上 OpenAI 展示的3个应用场景，分别是教育、编程以及健康医疗。那么毫无疑问这将是 OpenAI 进军商业化的主要3个战场。但在发布会上 OpenAI 是展示了用多模态学习韩语的场景效果确实看上去还挺丝滑的，语音模型进一步的升级，可以实时的加快和放慢，感觉呢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交互场景。 안녕하세요. 아메리카노 한 잔 주세요, which means hello, I'd like one Americano, please. And of course, you can adjust it based on what you want to order. 而 GPT-5 的玩法呢是更加的升级了，你还可以让 ChatGPT 直接给你做个学法语的网页或者小游戏应用，几分钟的时间，记忆闪卡、单词测验、进度追踪等等功能是应有尽有。所以呢，我们看到语言学习公司多邻国股价在 GPT-5 发布会期间呢就开始大幅度震荡本来因为财报非常好而出现盘中大涨，但是在 OpenAI 发布会之后呢是一路开始狂跌，也是市场在质疑 ChatGPT 在之后会抢夺多少教育市场的份额。 I think education is a very obvious vertical for OpenAI. When ChatGPT just launched, it basically killed Chegg, right? Which was like a,
education company for students, mostly to like copy homework from their peers. When ChatGPT came out, like students were like, oh, we don't really need to have Chegg anymore. And if you look at like the early users of OpenAI's models, like back in early 2023, it was, a lot of them are students. And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OpenAI's usage goes down a lot. And then OpenAI recently launched the Learn function. And I think that is targeted more at casual learners and people who want to explore a subject. Regarding language learning, I've been using ChatGPT to practice my Cantonese, and I found it to be very good. I, used to use Duolingo for that, and I found that Duolingo is a lot more limiting compared to OpenAI because you can explore any topic with OpenAI. And I think OpenAI is definitely going to go after those companies' revenue because it's so easy to replicate within the native ChatGPT experience. 另外 ，OpenAI 强调的市场蛋糕还有健康医疗领域，因为 GPT-5号称有着 PhD 博士级别的能力，所以在医疗健康领域呢，也是能够对专业的癌症诊断报告做通俗易懂的解读。那么在发布会中OpenAI 就请到了一位女性癌症患者和她的家人。那她分享到说去年她被诊断出癌症病情，收到的报告呢有很多的医学术语，她就让 ChatGPT 先帮助她厘清资讯，并且与医生的评估呢进行比对，再做出关键的决策。而她也形容说GPT-5更快速、更完整，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也让她觉得有了一个伙伴。其实我自己对这一点是感触蛮深的。医疗领域其实是一个医生和患者知识差距巨大的行业，那因为这样的知识差距导致了两者关系的一个不平衡，患者通常没有选择。我最近身边有个好朋友是进了重症监护室，陷入昏迷整整5天，他的家人刚开始除了每天去医院求医生，感觉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呢很快他们用上了 AI， 开始对病情和治疗方案各种的学习和讨论，之后呢感觉和医生的交流的时候呢障碍就变小了很多，而在做出一些关键决策的时候，心里呢也更有底了。我觉得这就是技术的一个光明面，能够赋能人们的自主权。而健康医疗行业占据美国 GDP 的18%左右，是巨大的市场， OpenAI 不会放过这个市场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全球 AI 医疗市场也在出现井喷式的发展，市场就预测全球 AI 医疗领域规模呢会从2024年的 26.69亿美元飙升到2030年的 188.38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8.62%。那包括 OpenAI 参与投资的专注于利用 AI 减轻医疗专业人员行政负担的初创公司 Ambience Healthcare， 最近是 C 轮融资了 2.43亿美元，迈进独角兽行列。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会看到 OpenAI 在 Healthcare 领域的进一步动作。那么另外一个 GPT-5 要打的核心商业战争就是编程市场了。那无论是第一提示词的非专业用户场景，还是专业编程场景， GPT-5 呢都展现出了代码能力的强势升级。同时 OpenAI 还请到了最炙手可热的 AI 编程初创公司 Cursor 的 CEO 到现场分享如何用 GPT-5 打造出最高效的编程体验。那这里能够看出自从 Anthropic 开启了 Claude Code 的产品之后呢， AI coding 初创公司们就开始纷纷的站队了。那之前呢 OpenAI 本来是想要买 Windsurf， 没有买成，我之前也出了视频跟大家讲了这个狗血的收购大瓜哈。那么现在 Cursor 明显就站队 OpenAI 一起来打 Claude， 那么这是一轮新的 coding 市场的争夺战。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他在开发者社区的影响力我觉得会大于 GPT-5 可能大家会做应用各种东西有 POC 快速起步，但是一些专业的开发者可能还是比较喜欢 Anthropic， 所以他一定是各有所长。但是呢，就算 OpenAI 主打以及自夸是世界上最强的 coding 场景其实也是让很多人失望的。我可能本来的预期可能是在于说，它单一模型可以把，比如说在代码领域，它可以直接端到端，从架构到写每一个前端后端代码，到它知道选择什么工具，到怎么把这些东西都串联起来，然后自行测试，完成测试以后可能回过头来再去改自己的代码，类似于有这样的一个端到端的能力，就从 OpenAI 的定义上面能超越它的3的那个定义，就是 Agentic Experience 那个定义，再往上走一点的那种感觉，但目前看起来没有，就完全没有。总体来说是一个在我看来是跟 Anthropic 的可能 Opus 差不多的一个能力范围吧。
同时呢，这场发布会不得不吐槽的就是现场出的各种 bug 了，让这场万众期待的发布会呢显得特别的草台班子。那么这个时候呢 ，OpenAI 就得感谢自己还没有上市啊。如果是谷歌的发布会出现这么多的错误，我们可以想象股价呢早就蒸发上千亿美元了吧。首先在发布会直播中啊，一张展示 GPT-5 在编程基准测试 SWE Bench 上性能的图表是出现了严重的错误。那图上代表 GPT-5， 也就是52.8%准确率的柱状图，它的高度呢竟然明显的超过了代表旧模型 O3 69.1% 的准确率的柱状图。另外一款模型 4O 的柱状图与 O3 的水平位置一模一样，但是标注的数字呢却是30.8%。那么这个错误低级到不敢让人相信是 OpenAI 的发布会啊。那尽管 OpenAI 事后在官网上是修正了图 ，Sam Altman 呢也是发文自嘲了，但是这个图的火爆和出圈程度是直接秒杀 Sam Altman 之前铺垫的任何营销努力啊。而更严重的可能是，这显示出的不仅仅是匆忙和粗心，更是 OpenAI 团队试图在数据呈现上营造出的巨大进步这样的假象。同时 benchmark 分数打榜这件事情其实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前两天刚 release 的 open source model， 它在 benchmark 上面 performance 也还可以，但是它真正使用起来，它那个代码能力其实挺拉胯的，它出现了很多的 bug。然后很多代码都跑不通。Benchmarking is dead, but like long live benchmarking, right? All the labs are very focused on benchmark improvements. Like they will compete over like a 5% or 3% improvement on a specific benchmark. And a lot of like, researchers take pride in how well their models perform on benchmarks. But like as a user, my experience has been that benchmarks don't mean anything for users. So I think like the next frontier is going to be mostly on user experience. I think like it's very hard to differentiate a model by the raw performance like nowadays. 另外还有一个尴尬的细节哈，在演示过程当中 GPT-5 在解释伯努利效应的时候，错误的采用被主流物理学教材已经证伪的等式通过理论。那前一秒 Sam Altman 还在说 GPT-5 是属于博士级别 PhD 级别的 AI， 那后一秒呢就直接自己打脸了，还挺尴尬的。那么这显示出 GPT-5 完全没能够识别过时的错误解释理论，让外界对这个新模型的理解和推理能力有了更多的质疑。不过有一说一哈，在解释这个理论的时候，自动产出的高质量 SVG 动画与可交互代码还真的挺炫酷的，感觉对我们的视频后期会非常有用哈，也说明 OpenAI 的多模态生成能力确实呢还是挺强的。我的总体感觉是，感觉 OpenAI 在尝试去在那么多个 release 之后，想要能够在这个阶段上面可以站住脚跟，把自己这个领先地位给站住，所以它必须要去做这么一个 release。好，我们大概是说了 GPT-5 发布的重点啊，那现在总结一下，就是 GPT-5 解决的都是产品层面的问题，并没有技术颠覆性的创新。那么这说明接下来一线大模型的技术差距呢，也可能会进一步缩小，大家都用着差不多的方式在把模型能力艰难的挤牙膏式的往前推，不过就是对算力、对数据，然后高质量数据筛选后训练，还有推理时长、工具使用这几个方面。因此呢，我也看到一句话说 OpenAI 从 The One 变成了 One， 从引领者变成了前沿模型之一。那么我下一个问题是啊，为什么 GPT-5 会这么的拉垮呢？是不是 LLM 的发展路径真的已经碰壁了呢？其实 GPT-5 的训练从很早就开始了，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模型在 OpenAI 从第一天就被命名为 GPT-5 的。 We all know that the company is always training next generation models. But it's only after they reach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do they name the model, right? So there's always, GPT-5 has always been training since like 2024, but it's only after we achieve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that OpenAI will call this model GPT-5. OpenAI 在推出 GPT-4 的时候，所谓的下一代大模型就已经在训练当中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模型它不够好，那不够 wow 到大家的话，那它注定就不能被叫做 GPT-5。那比如说在2023年年底被爆出
OpenAI 内部代号为 Q-Star 或者叫 Project Q 的这个项目，而这个模型后来被称之为 O1。 OpenAI put a lot of efforts into a different project, which is Project Q. A lot of people will call it Q-Star. This project leaked around November 2023 during the Sam Altman saga. And this project ended up being the O1 series, so the O series. And in this project, there's a lot of emphasis on chain of thought reasoning and just creating reasoning models. So that was the Q project. 这是 O 系列模型还算成功哈，那后来我们看到它又是更新了 O3 和 O4 mini， 但依然呢是不能被称之为 GPT-5 的，为什么呢？The Information 在 GPT-5 发布之前就出了一篇非常重磅的文章，是爆料了 OpenAI 内部的这几次关键的 GPT-5 研发的挫败哈。那其中在谈到 O 系列的时候啊，说这样的推理模型似乎是帮助了 OpenAI 克服了预训练阶段性能增长放缓的问题，而且2024年年底的时候 O3 的母模型也被称为 Teacher Model 教师模型，在理解各种科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方面呢，相比起 O1 的母模型呢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当然这个进步呢也是因为 OpenAI 用上了更强的英伟达芯片服务器啊。但是呢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 OpenAI 将 O3 的母模型转换为能够让人们提问的这个 ChatGPT 版本啊，也被称为是 Student Model 学生模型的时候，效果呢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甚至呢比 O1 的表现也好不了多少。那么同样的效果下降呢，也出现在了 API 的这个模型版本当中。那业界有猜测是因为基于人类自然语言的聊天产品形态是拉低了模型的能力水平，限制了 AI 的发挥。那你就可以理解说大模型像是一个理解这种高维度复杂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模型，但是最终它要跟我们人类交流，或者说要把它转换成人类理解的这个文字的时候，它需要通过这样降维的这个方式，那就相当于一个高等的一个生物就要降维才能跟我们人类进行交流，这样就是在这个降维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它会损失很多这种高维度的这个信息，包括我们自己其实也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这种潜意识啊，或者是高维度的这样的一些思考。那最终的话，我们要跟人表达的时候，其实是要通过语言来表达，但是语言其实并不一定真正能够把我们大脑中的所思所想全部都能够去很清晰的表达出来，或者甚至说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那当你去需要这个模型通过语言来跟人交流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拉低了模型自身的一个智能的一个表现。那除此之外呢，在 O3 之后 OpenAI 内部呢也有一个代号为 Orion 的项目，那么在今年2月份呢是推出，但是也没有掀起什么水花，估计呢 OpenAI 对它的信心也不大哈，所以我们看到在推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把 GPT-5 的名字给它，而是叫了 GPT 4.5。 I personally think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still in pre-training because scaling law has hit a wall late last year, even earlier than that, because we're running out of high quality and diverse human data. Data is the biggest factor leading to OpenAI's Orion projects. It delays, and also that projects, some will call it a failure, some will call it a delay. But basically, when the OpenAI was training the Orion series of models, they already encountered the problem of finding high quality, diverse data. And what they did in the end was that they used synthetic data generated by OpenAI's O1 model to train the Orion series, but still the results weren't as weren't as good as people expected. And I would say the OpenAI 4.5 release, which is the Orion model, wasn't as successful because there really was no wow factor. No one really paid that much attention to 4.5. 同时呢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中说2024年下半年的时候 Orion 没有能够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它的预训练阶段的局限性。同时呢 OpenAI 还发现对 Orion 模型做的优化在模型较小的时候有效，但是当模型规模增大的时候，这些优化就不再有效了。就感觉这个模型训练的不确定性依然呢是非常的大，有很多因素呢会导致模型训练的失败。之前在硅谷101的播客录制节目当中我们的嘉宾 Bill Zhu 也跟我们分享了在训练模型当中会出现很多模型崩溃的情况，甚至呢可能会在强化学习过程当中出现所谓的灾难性遗忘。模型本身你的训练是不可以无限制对它训练的，就是你训练到某一个程度它就会 fall apart。 其实在211领域之前很经常看到叫 catastrophe forgetting，就是说当你训练很久很久以后，它开始忘记所有过往的学习到的知识，然后整个模型像疯了一样，它所有的原来的 policy 都消失了。这是为什么你一开始模型要变得足够大，其实就像海绵一样，然后你往里面不停的注水，然后你注水注到一定程度它满了，那你再往里面注水会发生什么？就是它会流出来一些，但流出来的不一定是注入的水，很可能是原来已经有的水。
那如果原来已经有的一部分水是很重要的水，就像你大脑里面不停的灌输知识，然后到最后你过载了，然后把加减乘除忘了，那是不是剩下的所有的知识体系就直接 fall apart？ 这个问题本身叫 model plasticity， 就是说它的可塑性到了某种程度就直接崩溃了。然后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叫 continual learning。 现在可能你有一天会人类生成1个 terabytes of data， 那可10天是10个 terabytes， 那未来可能生成数据还会越来越多。那你怎么能够用一个模型无限的去训练它，让它仍然能够对未来的知识进行获取？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样看来，以 Transformer 架构为基础的这个 LLM 模型的发展，如今确实可能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那或许呢，我们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新架构来帮助我们突破目前的技术壁垒。那我们跟身边的技术大牛聊了一圈总结了一下，接下来前沿大模型继续优化的方式呢，可能会有3种。那么第一呢，是通过强化学习；第二呢，是压住多模态能力提升带来的突破；而第3呢，就是寻找其他的框架的范式。那关于下一步 AI 能力提升还能怎么走的问题，首先呢，就是强化学习路线，简称 RL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包括呢 RL 在预训练阶段的尝试。我先讲讲以 RL 为核心的训练机制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说很多的任务是以目标驱动的，比如说写代码，比如说数学、物理，就金融机构的一些东西，然后再比如说城市规划呀，你做 operations research、supply chain 啊这些东西，它都是有明确目标的，世界机制也很完整。如果 A 发生了会出现 B， 那在这种情况下 pre-training 就变得不是很有必要。第一，你这种专业型的目标为驱动的这些场景，你可以想象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的数据的。数学跟代码是唯一的2个可能有相对比较多的数据点的一些场景，除此以外，我刚刚说的剩下的那些点基本上都没什么数据，你很难在互联网上得到大量的数据去完成这个训练。第二，本质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非常泛化的，而书面上已经出现的数据大多数都是非常聚焦在一些经常会发生的 coding 问题和代码问题和数学问题，而那些非常高深难测的那些数学问题它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它就必须要通过一个 counterfactual 的形式，就是我要生成一些这市面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代码、数学、物理、规划等等等等的这种输出，然后靠一个 ground truth evaluator 来告诉我做的对不对，然后去 self-train。那这种训练方式是非常适合于这种有 ground truth 能够做出精确判断的这种用力，然后去进行优化的。这个时候 RL 的最闪光的时候了。其实有很多 researcher 在网上都说过，就是说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verification。 我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good verifier， 那我可以 consider the problem solved， 因为可以通过 RL 去完成对于这个 verifier 的 optimization 就可以了。那 Bill 说的这个 verification 验证呢，是 RL 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也是 The Information 爆料当中 GPT-5 在 RL 上面的杀手锏。那报道就说 OpenAI 一直在开发一个被称为 Universal Verifier 通用验证器的技术，让一个大语言模型使用各种来源的研究来检查和评分另一个模型的答案，可以自动执行，确保模型在强化学习过程中生成高质量答案的过程。这个方向是就像我们当年看到 AlphaZero 打败人类一样，它所能够走出的一些路子是跟人类正常想象当中想象不到的一些路子，可以通过这个机制甚至于可以发现新的物理定理，它可能可以真正去 discover human 所不拥有的 knowledge。 这个可能是下一步我觉得真正迈向 superintelligence 的一个关键点，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突破。而接下来需要各大模型公司去探索的第2条路呢，就是多模态。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大语言模型的维度是非常有限的，而多模态以及世界模型将对接下来 AI 的发展至关重要。还有一个变量我们要注意，就是多模态，因为多模态一旦引入了的话，它就有非常复杂的 workflow， 比如说你要用浏览器，你要用数学，你要使用代码，你要使用各种复杂的工具，对吧？然后包括多模态的使用，比如说你看那个 Gaia Facebook 提出来的multi-agent 这样的框架，对吧？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任务，人类去完成都可能要6到15分钟。那如果 AI 能不断的把时间降到6分钟以下，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学术界包括创业公司一直在追求的。比如说我们在金融领域去做很复杂的自动交易、自动策略，包括给网红们去做这种发帖，其实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步骤，你怎么样把它的
boundary 能够提高。我觉得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应用层有 Marty Agent 这样的系统不断的去推高这个需求，另外一个就在模型能力层面，大家不断去在螺旋式上升，即训更大的 model。当 model 因为算力和能源限制的时候，它就会去做我们的 multi model 的组合，所以上面是 Marty Agent， 下面是 multi model。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我比较看好的2到3年的一个发展的路线图。对于大方向的突破，我感觉应该肯定会发力在 multimodality 上面，特别是在视频跟 world model 上面。人类的语言 language 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 compression， 它的信息搭载量和视频的信息是一个数量级 difference。这件事情我是同意 Alan LeCun 的说法，就是人类从视觉和听觉以及触觉各方面的这种多维度的信息吸收的整个数量级是要比纯文字要高出大几个数量级的。文字训练的一个 hypothesis 就是说，我如果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 rules， 就是比如说 reinforcement fine tuning 或者 reward model， 都是说我通过一个简单的 rule 或者一个简单的判断方式，either训练出来或者写出来的判断方式，能够去判断一个模型的好坏，那它就能够告诉你说我怎么去提升这个模型。它就相当于一个文字领域的 world model， 对吧？这个比较好理解。那比较复杂的点是，当你出现了多模态视频可以 navigate the environment 之后，它的这个 evaluation 的难度就会高很多。从纯 pixel 的方式去做 evaluation， 这个是目前 robotics 领域肯定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 world model 能有大幅度提升的话，那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机会能够去训练，比如说视频理解的模型，robotics 的基础模型，然后再比如说游戏的基础模型，这些基础模型诞生，再给到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后面再去做 post training， 它可以在整个多模态的世界里面创造 text-based model 的一个同样的可以 replicate 的一个成就。然而在那些领域当中，它所代表的市场份额或者整个市场的空间，其实比纯文字的市场空间要更大。它可以把一个纯文字交流式的非常 compressed information 的这种系统拓展成一个 either 线上的非常 rich 的那种 information， 或者说 visual 的一些部分，或者听觉的部分、触觉的部分，或者直接线下的 robotics 的东西，它的能够 deploy 的这个领域有一个非常大的延展。所以我觉得我刚刚说的像 world model 这个方向，visual 的方向，这一定是下一步最重要发力的方向。而多模态之战确实在最近变得非常的激烈。谷歌最近发布世界模型 Genie 3， 这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重要性是要超过 GPT-5 的。那我们硅谷101呢，也是目前在操作这个选题，很快就会放出来，所以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账号，不要错过更新哦。此外 Bill 提到的图灵奖得主 Yann LeCun 近年提出来的核心研究方向叫做 Joint Embedding Predictive Architecture， 简称 JEPA， 翻译过来是联合嵌入预测架构，意在克服大语言模型的局限，推动 AI 进一步理解物理世界。 JEPA 本身其实它也是把所有这样模型的这个训练放到浅层空间中去完成。它在浅层空间的话，对于你的输入是有一个抽象的一个表达，然后对于你的输出也是一个抽象表达。那这样你就可以再把 input 和 output 都同时放到这样的一个维度空间中去进行一个训练，然后再给到它不同的这个 state。就是一个状态的量，然后让它可以在浅层空间中去预测我下一个动作应该是怎么样的，或者我下一个就是应该预测的是怎样的一个状态。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不是一帧一帧或者是一个 pixel 一个 pixel 去预测的，而是它是把你 mask 的某一块或者是遮盖的某一块可以整体的给预测出来。那像 JEPA 本身的话，它其实也分它的 image 的JEPA， 就是 iJEPA 和 VJEPA Video JEPA。然后最新发表的这个文章呢，其实也表现出说，我在预测一个整个这个视频中的这个事物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表现。所以说我个人其实也是比较看好，就是一些非 transformer 的这样的一些构架，是否在未来可以说给到我们一个真正一个智能更加接近或者是模拟我们人脑思考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觉得 transformer 的局限性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有其他一些 alternative 的这些架构，也有不同的这个团队在进行探索。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需要去关注一些非 transformer 方面的这些模型究竟是怎么样去模拟人类的这个智能。那么
那最后还想说的一点是啊，这次 GPT-5的翻车与 Sam Altman 本人之前过于浮夸的营销是分不开的。那在发布会之前，他在 X 上面各种预热还有用词哈，一会儿在他弟弟的播客上感叹自己相对 AI 毫无用处，一会儿呢又是在 X 上面去晒他跟 GPT-5的聊天截图，各种的暗示，但又保持神秘感，是非常吊足了公众的胃口哈，同时把这个期待值拉得太高。结果呢，发布会一出来，大家都愣了。所以呢，这次发布会的失利呢，也是这个被视为营销鬼才的 Sam Altman 太过度营销的一次反噬了。那么总结一下，长期来看，到达 AGI 之前，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很多的技术壁垒需要突破，而这些突破需要脚踏实地的去研发和创新。但是很遗憾的是在人类的技术进步能在进一步被推进之际呢 ，OpenAI 等大模型公司却开始在商业化上变得非常的激进，包括发布 GPT-5之际呢，是正式的开始打价格战来圈地圈市场份额。那么这是让不少人担心会不会这次 GPT-5的发布意味着 AI 泡沫破灭的一个开始呢？ AI 大模型的进展是否会就此停止呢？所以我个人也是比较期待类似像 JAPA 这样的一些新的构架能够出现，有更多人能进行探索，而不是大家因为说Transfer 现在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经济利益、经济价值就只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一直所有人都 bet on 这个 scaling out 能够继续持续下去。但是从 GPT-5的这个发布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更好的去清醒的认识到 Transformer 本身这样的一个局限，然后可能也有更多人可以去关注其他的一些 alternative， 能够帮助整个这个 AI 或者人工智能得到一个更深远的一个发展。那最后虽然我们这个视频说了 OpenAI 和 GPT-5的这么多坏话，我个人其实还是非常喜欢这款产品的，以及呢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忠实的用户，基本上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 ChatGPT 了。那么这场发布会让我看到了 ChatGPT 正朝着一个更好的 AI 全能 Super App 的一个迈进，很多功能在我看来都会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高效。而看上去 OpenAI 还会继续的优化 GPT-5的各种性能呢，到时候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跟进 AI 发展的进一步的分析，所以呢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哦。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真是赶了整个周末的时间出的视频也是非常辛苦团队了。所以呢你们的留言、转发和点赞是支持我们硅谷10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